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尼亚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飞出来第6季第20集。星际快递公司教授厚着脸皮要为大家展示一下他的族谱，大家一脸嫌弃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灯泡家族树上线。教授介绍，看，这是我的祖先费罗，他发明了电视机，还涉及了点医学贡献。来，再看下一位迪恩，他发明了色盲测试，以至于他的一项都设计成了色盲卡。重点来了，最近我还发现了近代一位沃兹家族的牛人，他发明了抗衰老腰带。莉拉看了这位牛人的证件照，咦，这不就是教授你吗？在下惭愧。好了，差不多重要人物就介绍完了。教授笃定地说，我打包票，沃斯家族里没有废物。莉拉看了一眼还在打瞌睡的弗赖，他不是你的远房表亲吗？他看起来还不算废物。教授解释，都说是表亲了，血统都不纯正了。赫米斯提醒，都6点了，那个心脏的货明天再送。弗赖也伸了个懒腰，准备去上夜班。莉拉问道，你咋想着去上夜班了？弗赖回答，挣点钱买咖啡，以供应我上夜班。弗赖也很快到了他上夜班的伟人头博物馆。弗赖打卡接手，看着换班的人到了，拉斯交代好后事就离开了。弗赖开始工作，泡在罐子里的总统们开始向他抱怨，每天泡在福尔马林里真的是太无聊了，干脆来场大胃王比赛吧。弗赖让大家不要胡闹，这会让他丢了工作。总统们非但不理解，反而变本加厉的嘲笑他。弗赖也火了，他开始谩骂，见事态不对，总统们立即转移话题，我们就是想喝酒而已。原来绕了一大圈，总统们不过是想开个派对。弗赖叹了口气，哎，好吧，但是要小声一点。弗赖叫来了小伙伴们，大家一起摇摆。人头博物馆里顿时热闹起来，大家喝酒聊天，做自我介绍。而教授还是不忘炫耀他优秀的族谱，他走到里根头前问道，里根，还记得你要看我的族谱吗？显然里根对此毫无兴趣，但教授还是厚着脸皮的开始介绍起来。来，我们来看看沃斯家族的人才。沃斯人才？华盛顿听后开始大骂，革命时出了个叛徒就姓沃斯。教授肯定不会相信这种谣言，他认为华盛顿在撒谎。莉拉告诉他，华盛顿从不撒谎。接着华盛顿开始上历史课，并拿出了当时叛徒叛变的证据。教授总算相信了这个事实，派对依然热火朝天。殊不知拉斯推门直入，目睹了眼前的一切。本以为他会大发雷霆，没想到他也加入了派对，气氛就此推向高潮。约翰貌似是喝醉了，他居然将泡着约翰逊的药水咕噜咕噜当酒喝了，大家立即阻止，却还是晚了一步。教授立即询问，怎么样，有什么感觉？草，喝了洗发水能有什么感觉？正在大家好奇的瞬间，挨着约翰最近的教授和艾米突然和他一起消失了。原来喝了谁的洗头水就可以穿越到相应的年代，于是大家开始了舔头游戏，玩得不亦乐乎。教授断定出现这种怪象一定和瓶子里的液体成分有关，他立刻询问拉斯，你在里面是不是加了蛋白光？拉斯回答，这都被你猜出来了，为了保存这些头，我的确用了一种罕见的蛋白光，它能让这些头保持活着，但我无法解释原因。教授说，你解释不了，就让我来解释吧。这种蛋白光有着锁时特性，它能保证这些头永远的活在他们生活的年代，这也是我们舔头就可以穿越的科学依据。教授迫不及待地为他这项伟大发现申请专利，他高呼，我要称呼它为沃斯效应。华盛顿及时泼冷水，哼，那又怎样？你还是个叛徒的后代。教授不服气，我穿越过去把历史改了不就成了？说完，他抢过拉斯手中全部的蛋白光，一起洒在了华盛顿的头上，疯狂舔头。莉拉想要阻止教授这一叛逆行为，但还是晚了一步。他们穿越回殖民时代，教授说，这次我得加大量，应该维持得住24个小时，我们必须阻止我的祖先犯罪，我要去找回沃斯家的清誉。很幸运，他们刚好穿越回了大陆会议进行的这一天，接下来就是找到议会首脑。又是那么巧合，他们来到一座大楼前，而里面正是在开大陆会议，真是主角开挂瞄得准。大楼里会议正在进行，他们正严谨地决定着官方笑话花落谁家。正在关键时刻，教授带着一帮人进入，吓得华盛顿赶紧吞了决策书。消灭证据的最好方法就是吃了它。莉拉的独眼确实显眼，谁都没拦就拦他。蒙混公关进入正题，教授发话，我们是公安部的，有人举报你们在这造假币，都过来认一下，有没有人知道是谁干的？众人惊恐，华盛顿接过假币一看，靠，居然有人在搞通货膨胀，经济问题必须要重视。亚历山大告诉他，能做出这么逼真假币的人只有富兰克林，他就在费城。教授带着大家火速出发，他们打了一辆马的，时速大概在每小时3公里左右，也不知道走了多久，反正是到了，还找到了富兰克林。一阵胡说八道后，大家总算进入正题。教授掏出假币，让富兰克林辨认，这是不是你造的？富兰克林拿起细看，这个花纹，这个图案好像是吧？不对，这是赝品，这上面的 S 不是我的书写风格，你们去问问我的学生奥斯看看。奥斯就是他，准备抓获。大家来到奥斯的房间，但房间里空空如也，只剩下一个夜壶和里面一坨闪闪发光的东西。教授让班德去捡起来看看，果然掏出了一个硬币，来，拿给我摇一摇。
果然，这就是一块假币。富兰克林推断，他可能买通了我在波士顿的那位银匠朋友。他们很快到达了目的地，并找到了银匠。银匠告诉他们，沃斯在铸造厂，大家立马行动。果真在铸造厂里找到了他。教授问道：“你姓沃斯？”“对，拿下。”叛徒沃斯见势不对，立马掏家伙。可他不知莉拉可是练家子，二人火拼。银匠为了拿助攻，按住班德，屁股一撅，点燃勾勾，棒的一声，莉拉成功拿了一血。大家正在为教授清理了门户感到高兴，前线发来战报，英国人要攻城了。银匠火速赶往前线支援，教授等人则打算将假币烧掉。弗赖拿来提灯做火引，假币在火光中消失。教授不解，这黑灯瞎火哪来的提灯？弗赖说，在那边的教堂里，反正有2个，拿了一个还剩一个可以用。但他恰恰不知的是，他这一把火烧到是整个美国。忽然蛋白光失效，他们穿越了回来，可人头博物馆里的人头却都变成了英国人。众人一脸茫然，直到回到星际公司，历史纪录片给了他们答案，银匠变成了历史的罪人。原来灯是信号，一为陆攻，二为水战。就这样，英国人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了全美国，还强制性的胁迫他们签了不平等条约，并且亲手杀死华盛顿的人居然是教授的祖先沃斯。从此沃斯家族升官进爵，教授成为了沃斯公爵的继承人。教授为此先是悔恨万分，但当他接触了贵族生活后，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。他认为过有钱的生活还是蛮好的，毕竟世界上再也没有了蛋白光粉，一切都回不去了。突然女王来到别墅翻牌教授事情。 What？ 女权主义？教授听后非常期待，毕竟也是干渴了很多年的老人了。他随即遣出了所有人，等待他的甜心小蜜饯儿。女王狂奔而来 ，No， 这不是真的，这头怪物是谁？女王呵斥：怪物，你怎么上位的自己不清楚吗？来吧，来个爱的亲亲。女王撅起嘴来。正在这时，教授发现了女王头上的宝石，这是什么？哦，亲爱的，这是美人才配拥有的莫卡蛋白石粉。教授光速抢走皇冠，他们逃到人头博物馆。教授意识到，我们必须将历史改写过来，但他们已经找不到华盛顿的头了。这个家伙呢？弗莱指着沃斯的头说，他也来自于那个时代。班德制粉，教授撒粉舔头。故事的最后，他们穿越了回去，保住了教堂楼上的灯，一切都恢复成了原来的样子。教授为了洗净宗族污点，差点酿成大祸。曾经让他骄傲万分的族谱，却在那一刹那间变成了他的包袱。见贤思齐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其实这就是最好的处理方式，而教授却被困在了完美主义的云端。谁曾规定了我优秀，所以你也必须杰出？我们都是特立独行的个体，你好我不度，你求我不叫，而你只需要坐看日出，静观四季，等到山花烂漫时，走在丛中笑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